心目中第一的日本小鎮。這個6文錢就变成真田氏的家徽了。我們寧可戰死也不屈服的意義，对於我們這種哀人就會很適合洗涤分金的地方，也是日本唯一木質的8角3重塔，有點難形容，有點像台灣的減重。我們這一集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城市，相對的可能對很多人來講稍微比較少聽過，對，那就是这是我去年也有在這邊短短停留大約2周左右的時間，那今年又回來了。對，這是我一個我蠻喜歡的小城市，也可以說小鄉鎮。對，它叫做上田，它是長野縣人口大約第4多的城市，但是看起來很像是我們台灣中南部一個幾乎沒有什麼人的小鄉鎮。對，因為這邊的話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觀光客，主要都是以在地人為主。有想到像去年來的時候啊，幾乎在路上沒有聽到任何講中文的人。那這裡的在地人，對他們看我們的話，就會有一種好像看到觀光客的感覺。所以今年決定又回來了，因為覺得這裡是一個我蠻漂亮、蠻幽靜、蠻喜歡的一個小鎮。那這集我就帶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我最喜歡的日本小鎮之一上田。那麼現在的話，就是從上田火車站這邊出來。對，那上田火車站這邊很特別的是，可以看一下火車站的外觀，後面這邊就有一個6文錢的圖案。那這個6文錢是什麼呢？其實上田就是所謂真田氏、真田家族的他們的发基地，所以他們的家徽6文钱直接印在上田火車站的站外的外牆上面，蠻酷的。那你知道為什麼真田氏的家徽它是6文錢嗎？聽說是某一次在渡某一條江的時候，他們真田家他們要去渡這一條江，在這條江運棺材的時候，上面放了6文錢當做這個渡江費。後來這個6文錢就變成真田氏的家徽了。那他們這個家徽6文錢又有另外一種含義，就是他們寧可戰死也不屈服的意義。對，他們認為他們是非常驍勇善戰，然後是不會去輕易認輸的。對，那這就是真田氏這個6文錢家徽的由來。但整個上田的話，它其實就是真田家族的一些发基地，所以這邊有很多的真田家族，包含什麼真田信濃、真田信繁。其實真田信繁就是我們很熟知的真田幸村，只是说真田幸村後來有去查，其實它是一個比較虛構出來的名字，它其實本名就是真田信繁。真田信繁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對，他就是以寡敵眾的一個戰國時代的武士代表，又被稱為日本第一武將。他後來在很多的遊戲跟小說、故事、卡通裡面被稱為真田幸村，那實際上他的原型人物就是真田信繁。這個上田城就是真田家族，包含真田信繁、真田信濃，就是他的爸爸，還有他的哥哥，給他們很多的一些歷史遺跡，還有发基地。有空大家就可以來這個很厲害的上田那個城市來探討真田家族的一些遺跡。好比來說，像是在火車站裡面，除了整個外牆有他們的家徽以外，那在站前的廣場有一個非常大的水車。但這個水車我也不知道它的歷史意義是怎麼樣，可能不一定跟真田家族有關係，或者說這是一個古蹟，這個我就查不到了。那比較特別還有就是說，那邊有一個真田幸村，就是真田信繁的那個雕像，蠻酷的。然後那邊有2隻石獅子在車站前面，蠻有歷史感的。然後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都可以看到這種6文錢的圖案，就是真田氏、真田家族的家徽。那這裡當然還有塑造很多不一樣的故事，包含像是什麼真田十勇士，這個也是塑造出來的故事啊，就是真田十勇士打敗德川家康大軍的一些故事。对，但这些故事大家就自己去看去探討一下。但這個城市就是蠻特別的，有機會大家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現在來到了上田這邊非常有名的別所溫泉。那別所溫泉是信州，也就是長野最古老的溫泉。对，那這邊的溫泉也非常受到日本人的喜好。对，所以很多人他們會特地來
上田這邊別所溫泉來泡溫泉。在這邊的話，其實在他們戰國時代的時候，溫泉就非常有名了。那我們晚一點也會去看一下這邊溫泉到底跟北投溫泉有什麼差別，這應該差蠻多的。那你来就跟大家看一下別所溫泉這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就是別所溫泉的地圖，看大家想去哪裡。一個想就是左上角的安樂寺，就是還有一個國寶八角三重塔，這邊也是一個極為少人的地方。我們現在要前往安樂寺的路上，剛剛走了將近10分鐘，其實路上不止沒有觀光客，就連在地人都沒有出來。最喜歡這種地方，就是一個很幽靜的地方，這樣對當地的觀光產業發展可能並不是很好，畢竟沒有觀光客，比較難賺觀光財。但是就是會有特別多人很喜歡這種幽靜的小鎮。我們大概到了某些年紀以後，開始慢慢的不會想要去市區，不会想要去很多地方，不會想要去逛街，甚至人多的公園區，我不会特別想去的，就會想要到那種探索一些在地生活的小鎮。這邊就是別所溫泉的他們的天然竹湯，那它就是在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山谷旁邊，覺得很漂亮。那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別所溫泉的竹湯是怎麼樣。那我們現在來試泡一下這個竹湯，幫大家體驗看看這個別所溫泉的竹湯是怎麼樣。哦，好燙。哦，不過蠻舒服的。這個竹湯它是屬於沒有硫磺味的溫泉，有一點點淡淡的硫磺味，但是它不像北投的硫磺味那麼重，這有點像是水煮蛋的味道。然後它的溫度很高，可能這裡是比較接近山上。現在是早上11點，基本上除了街道沒有人，連這種免費的竹湯也都沒有半個人。所以真的喜歡幽靜的泡湯環境的話，你也可以來長野最老的溫泉別所溫泉。有查一下資料，是日本古時候長野縣附近的女性在出嫁前就必須有一些規定，是來別所溫泉這邊可能沐浴一下，代表可能去洗去過去的一些事情，然後迎接新的未來這樣子。這就是別所溫泉。那有机會就來長野3大名湯之一別所溫泉，這就是別所溫泉的一些街景啊，很漂亮，很古老，这從江戶時代就有的別所溫泉吶。這邊是別所溫泉裡面的一個即北向觀音參道，可能也是從江戶時代、戰國時代就有的一些遺跡。這個北向觀音參道主要是祈求升學嘛，怎麼看大家都在寫什麼合格，對，什麼考試過關。哇，這個就是明日寺的這種有楼梯下去又上去的一些小街道，這種街道我覺得超級有味道。然後旁邊是一些伴手禮店，只是沒有觀光客而已，這些店家會比較辛苦。但是對於我們這種矮人就很友善。雖然沒有什麼觀光客，竟然還有這種無聊休憩。所以我們現在進來安樂寺裡面，要去看它的最著名的叫做八角三重塔，那就是前往八角三重塔的一些小徑。哇，是很幸的，前面終於看到了幾個觀光客了。這邊有一些地藏王菩薩的石雕。現在來到安樂寺，如果喜歡沉澱自己的話，全需要沉澱自己的話，很適合來這裡。真的不會被影響到，又很安靜，很適合洗滌分心的地方，沒有光，沒有任何喧鬧，很棒。那這就是安樂寺做八角三重塔，非常棒。這個安樂寺啊，是整個信州最古老的禪宗寺廟，也是日本唯一木質的八角三重塔，它也被指定為國寶建築。它是採用宋代的禪宗建築風格，蠻精緻的，也算是有點雄偉，大概目測7-8層的高吧，的一個木質八角塔，值得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介紹的是這邊解鎖溫泉的名產，這個感覺很像是麻糬類的東西，那我們來抹茶口味的，來試試看看這個解鎖溫泉他們獨家的一個產品，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歐媽什么锅的，我也不会念成这样。来看一下，像麻糬的东西，比较像是糯米饭团外面裹上麻糬的那个粉。它裡面不是麻糬，是有點難形容，有點像台灣的鹼粽，沒有味道的鹼粽，蠻特別的。對，有機會來也可以試看，很特別的口感啊，沒有吃過的東西，蠻不錯的。就外面的這個粉都是甜甜的，內裡的口感很 Q 彈，很像台灣鹼粽的感覺。前面這邊就是上田城了，對，就是真田氏他們的發基地。很可惜的是，他們的天守已經不見了，在戰國時代戰亂下，天守就已經被攻破了，後來也沒有再另外新建。我們現在就是位在上田城的腳下，它其實也是有一座蠻高蠻厚的城牆，然後前面還有一段護城河。那這個城牆應該至少有10層樓以上。這邊則是上田城的東湖口，還有跟西湖口跟東湖口，那我們就從東湖口這邊上去。這個是上田城裡面的城內，那現在已經完全結冰了。這是他們西湖口旁邊的一棟類似哨塔吧。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上田城裡面，哇，很大，但是沒有人，有機會想要過來散步，了解一下真田氏真田家族的發基地的話，也可以來上田城看看。如果要來的話，其實蠻建議的是，可能是春天，因為他們這裡很有名的是千本櫻啊，或是很多的櫻花盛開。現在我們來的這個季節是快要接近1月底，所以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附近就是都比較黃禿禿的，只是都沒有人，只有我一個而已。有看一些日本當地人拍的影片啊，這邊旁邊這兩處，我們這兩側基本上全部都是櫻花，所以當你在對的時節來的話，全部都是花海，非常漂亮。這些掛的這個祈福的牌子都是以櫻花的圖案來去作為背景。哇，長野大學合格，是吧？大家都希望可以考上自己的學校，金澤大學。本土的金澤大學，上湖山真田神社信州上田城，就是很多電動都會像那個真田幸村為背景，六文前真田氏真田家族為背景，對，很酷的。城門旁邊還有一個很大的頭盔，這就是代表真田家族、真田氏他們的象徵。後來發現，其實這個頭盔上面還有2根鹿角。蠻帥的，我剛剛從後面進來就是真田神社，那兩旁在春天來的時候，就是兩旁都是櫻花，非常漂亮。然後兩旁都有掛祈福的牌子，你也可以在這邊祈福啊。如果你大家有想要考上什麼東西，或是想要爭取什麼東西合格，或是你要簽約合格，記得來這邊真田神社，真田家族會保佑你。我們就是門口的地方，也是一個蠻雄偉的大門，這邊就是可以在這邊照相。是真田3代，真田信隆、真田幸村跟真田昌信，對，就可以在這邊照相。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的水溝蓋，它也是有6文錢的圖案，很特別。因為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城市上田城，它將真田石勇士的一些介紹，各個石勇士有好幾個介紹，直接放在路邊，將這個令日本人民喜歡的這個戰國故事，直接融入了這個城市。那這邊就是真田石勇士。元妃佐助、甲賀流忍術的名人真田石勇士中的頭什麼大泥棒，我也不知道什麼，對，反正就是很會忍術的元妃佐助。後面還有真田3代真田信隆、真田信長的介紹，也把這些放到城市，讓大家都知道，讓大家不忘記這些戰國名將啊。最後，剛剛還有看到這個。真田幸村就是真田信繁在第2次上田合戰的時候打敗德川家康的大軍，就是真田石勇士與真田信長的故事，非常厲害。你就是邊逛這個城市，還可以邊看這些戰國武將超級厲害的故事。發現這裡還有一個石碑，是寫明治天皇在所子，可能就是明治天皇有在這邊住過吧。這就是上田城很有名的6文錢蛋包飯，那它就是在上田的街道上面，
邊都有這個6文錢的標誌，非常安靜的上田大街，就是這是他們最主要的商店街跟最熱鬧的街道吧。那現在是下午將近5點左右，其實路上好像也沒什麼車，對，就是非常幽靜。現在在排隊的就是他們很有名的奶油餅跟紅豆餅，我們開始去買一下。買到這個紅豆餅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剛買的那一家上田最有名的紅豆餅，就是聽說是在地人，就是我查一些日本網站，在地人必推的上田第1的必吃選項。但我只能說 CP 值超高，一顆以日本的物價這麼大一顆，它大小大概是晴光紅豆餅大概大1.3倍吧，但是一顆就100塊日元。那它整體味道算蠻好的，馅給的非常满，这個紅豆餅咬下去幾乎咬不到任何空氣，然後它的紅豆的味道很香，奶油的話很濃郁，不會到死甜。它其實離車站蠻近的，大概從車站下來，直走斜坡上去左轉，大概走路大概6-7分鐘吧。所以呢，如果你有來上田市中心的話，不妨去買一下他们号稱上田第1名的紅豆餅。那我們接下來要去一個去年我每天都會報道的地方，就是這邊，就是 Ariel 購物中心，就是我去年每天都會來報道的地方。這邊這個 Ariel 算是整個上田所有的商業購物中心，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蠻難得就是說，在這個比較小的城鎮裡面有一個蠻具規模，它其實裡面幾乎所有連鎖店，反正就像無印良品啊、Three Coins 啊，然後各式各樣的連鎖餐廳、摩斯什麼，基本上都有。但蠻特別的是，其實像這個上田，它其實查一下它的人口數，可能就是與新北市一些比較小的城鎮，像是三芝、金山之類的，但是他們卻有非常完善的購物中心，就是他們對於生活機能跟品質也是蠻重視的。接下來我們要來開箱我們今天在上田的住宿。那一進門就是有一個落地窗，那其實這個大概就是一個5坪的小房間。很不錯的地方是一開始有個小小的辦公桌，然後它有2張單人床。它這個單人床算蠻大的單人床哦。去年的話房間比較小，今年換了一間。它號稱它是新裝潢的，在車站旁邊。雖然上田可能對大家不一定很有興趣，但我很喜歡這個城鎮，所以也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房間。那就整體就是舒適，比我去年住的還大，然後整體更新，然後房間單價差不多。這邊的話就在車站正前方，打開窗戶就是哇，直接映入眼簾就是整個車站大廳，就是還蠻漂亮的夜景。有機會大家可以過來上田，是我一個算是日本前幾喜歡的城鎮。那大致上，我們這一集就介紹了大概上田比較吸引人的景點，還有我覺得蠻推薦可以去的地方，不管是吃的或者是走的、看的。对，那其實上田這個地方確實會比較鮮為人知，或者是也比較不吸引人，但是我其實真的還蠻喜歡這個小鎮的。如果你有機會也想要體驗這種清幽的小鎮，在這邊生活一下子，或是旅居一下子，我覺得還蠻推薦的。只是說，如果大家有來這的話，建議也是不要可能走在路上講話太大聲啊，因為這邊的話，邊居民好像很安靜，就算是成群結隊在路上的話，也幾乎沒有聲音。所以我們如果有來的話，還是以不要破壞別人原本的生活步調或者生活節奏為主，那我们就慢慢的體驗這種清幽幽靜的小鎮的生活，我是很愛啦。我現在就超級喜歡那種幾乎沒有觀光客、很清幽、很幽靜的當地的小鎮。對，那如果大家有來的話，就盡量不要打擾他們當地人，那我們就自己去享受這個不一樣的城市、不一樣的生活。那有機會大家一定也要來上田走走，對，因為我真的覺得還蠻棒的。對，推薦大家來上田，這是我心目中第1的日本小鎮。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謝謝大家。